秦晖老师他已经自己也出了一本，最近又在海外出了一本书，就叫《捍卫民主》。所以其实我跟秦晖老师的沟通呢，他也是讲希望今天是以民主这个话题在今天要讨论什么为重要的切入点。但是在秦晖老师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请李小兵和徐有余老师，你们两位先讲一下，就是一个是李小兵，您是比较熟悉李慎之的，就是他当时在历史上的作用，还有这代人几代人为什么到现在都会纪念李慎之，还有就是尤其刚才听完许成刚老师讲的这个，就是已经这本书里他提炼的这么多的话题，您认为现在他们讨论的点在今天当下有什么重要性？谢谢主持人吴威。刚才听了这个许成刚老师讲的这个两位老人的通信，确实对我很有感触。可以说呢，李慎之是继承了五四以来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李慎之身上集中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扛起了民主、科学、自由、人性的大旗。李慎之呢，他是1923年生于江苏无锡，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但是在抗战期间，像刚才许成刚老师说的，共产党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而高举这个争民主、争言论自由的大旗，所以不少大学生都归附于这个大旗之下。李慎之本人也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大学毕业以后呢，李慎之进了重庆的新华日报社，并随后去了延安。1946年至1952年，他任延安、北京新华社国际部编辑。1952年到1958年，又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部的副主任，负责编辑出版为高层内部阅读的参考资料，即俗称的大参考和参考消息。在31岁之后，李慎之就当上了11级高干，被称为党的宠儿。他在1953年任板门店中国停战谈判代表团顾问，1954年和55年，他又相继担任中国出席日内瓦和万隆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顾问。但是好景不长，像刚才许成刚老师说的，在1956年，李慎之倡导大民主。根据美国所一些老师的回忆呢，李慎之认为呢，中国人民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这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中国必须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负讨苏联的覆辙。李慎之更提出呢，应当成立宪法法院，中学、小学要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小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等主张。他的这番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充满为国为民担忧的肺腑之言，后果是什么呢？所以请看一下《毛泽东选集》第5卷323页，其中有这么一段，毛泽东说呀，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这里讲的就是李慎之。所以李慎之呢，被毛泽东钦定为极右派，一夜之间被打入地狱，开除党籍，送劳改教养。李慎之1979年复出，任邓小平访美的顾问。还没有摘掉的右派分子李慎之，在临上飞机前，他的原工作单位新华社火速给他恢复了党籍。在新的一轮启蒙中，李慎之站在思想前沿，像刚才许成刚老师讲到的，他上反专制主义，下反奴隶主义，倡导民主自由，认为国人的启蒙远未完成，并以此为己任。
1981年到1988年，李慎之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他创办的美国所杂志如实的向国内知识界传播关于美国的知识，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李慎之在1985年担任社科院副院长，他在1984年任赵紫阳访美时的特别助理，他也是中共12大中央工作报告国际部分撰稿负责人。1988年，他为第7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7届人大常委员会委员。但是，又是这句老话，好景不长。1989年，因为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李慎之又没有幸免。他认为6·4坦克压杀了刚刚开始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民主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他在社科院领导层中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愤而辞职。50年中，也就是从1949年到1989年，他正常工作的时间先后加起来只有18年，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高文谦回忆文章说，李慎之对6·4改革大业毁于一旦，痛心疾首，曾经表示不在刺刀下做官。被揭发出来后，他坦然认证，不为自己做辩解。这句掷定有声的话，曾在当时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表现了他的浩然正气，以及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不屈服于权势的傲骨。这在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在6·4后高压恐怖的气氛中，给很多人以精神上的鼓励。李慎之1996年离休，晚年致力于自由主义研究，被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像刚才刘燕主编提到的，还有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回忆录里边所提到的。他在1999年风雨仓皇50年的文章大声疾呼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但也因为此文，他再次在体制内被打入另册，进一步遭封杀。李慎之同时还著有《21世纪的忧患》、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李慎之的检讨书等著作。李慎之说，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被误导了。像刚才徐老师说的，他是很悲观。误导这2个字可以说是很沉痛的，也可以说是分量很重的。整个20世纪对于形成主流的中国青年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现在已进入21世纪，中国的民主任务和历史任务变得很清楚，只有改革开放、民主建国，或者说自由主义这一条路可走了。他在给许先生的信中说，我晚年也在做点学术工作，目的只有两个目的，一是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末流，二是立民主、法治、人权、理性科学的思想。李慎之于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逝世。所以今天我们能有这个机会讨论2位老人的信件交流和进一步探讨中国民主的前途，非常有意义。谢谢主播人。